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7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啊。这周应该没有上周那么忙了。我的第一个训练日，周三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，强度课，所以前2个训练日就是以轻松跑为主。开始下雨了，零零星星的。预报了好长时间了，说这边快要下雨了，快要下雨了，因为好久没有下雨了，特别热，热的都有点受不了了。刚才出门说掉2滴，现在又停了，但是看这个天的样子是要下的，但是在下雨之前更闷热，闷得有点喘不上气来。我出门的时候看体感温度31度。湿度巨高，但愿跑到后半程吧，能下起来。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？我看了看评论区，跟大家聊聊我这些年跑过来以后，我觉得相对靠谱一点的成绩预测的一些评判标准。那咱一会儿聊啊。大家看前面有个体育场，现在在长居公园里，一直说跑来一次，今天就摸索着路跑来了，路上停了好几次，我也没停表，所以今天应该总的时间比较长。这是一个综合的体育场，就是有田径场有足球场。说这个公园里好多人跑步，但是下雨了，你看雨挺大的，镜头上肯定有水了啊，抱歉。我跑不了多少就得回，这都已经10公里了，到这儿。地图显示，我要是最近的路到这儿大概是7.9公里，中间绕红绿灯啊什么的。那就进入正题，跟大家聊聊成绩预测。有好多小伙伴问，不少是想今年秋天初次尝试半程马拉松，想跑进2个小时。咱们从慢到快说，我的亲身的经历，半程马拉松呢，不太需要跑长距离，或者几乎不需要。你有空跑个12、13公里就很了不起了，就可以了。这儿应该是公园的一个比较大的门，对，地铁站在那儿。看看这个体育场的地图，他们现在在这儿，这整个这一个。提升5公里、10公里的速度对半马有帮助的。我的亲身的经验，5公里你可以轻松跑进25分钟，这个时候差不多了，就2个小时。我10公里的成绩勉强能够进50分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半程马拉松大概是1小时52，这就是一个参考。而且基本上不会掉速。我决定掉头往回跑了，不知道这要跑到哪儿去。等哪天天好的时候来探探路。所以您的标准就可以定成10公里50分钟，这样的话半马进2小时基本上没问题，不会掉太厉害的。再想快呢，差不多我的10公里可以进45分钟，或者说大概在43分钟左右的时候，我的半程马拉松最好成绩跑到了1小时45左右。
我第一次跑半马的比赛跑的还行，是1小时41，是第一届北京有一个叫鸟巢马拉松，最后跑进鸟巢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的水平我不太记得了，不过那时候水平挺低的，跑量也不多，100多公里一个月。再到后来就是我的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最好成绩1小时17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刻苦在训练了，所以到这程度你也不需要听我的了。全程马拉松呢，接着上回说，为什么说亚索800这种不合适，是因为距离太短了，不好预测的。那您说不可能30公里全力以赴去做预测怎么办？平常的时候，其实我有个不成熟的小观点，就是15公里努力跑可以跑进1个小时，我觉得就差不多，全程马拉松近3小时应该就可以了。因为15公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你全力以赴跑呢，还是比较累的，比较考验耐力和抗疲劳的能力。你要说全力以赴跑半马，那就好办了。你全力以赴跑半马，如果能跑进1小时25，全程马拉松3个小时就具备了这个能力。但是说实话有难度。如果全力跑能在1小时22或者1小时23这个范围，那你如果有累计几年的跑龄，有一定的耐力基础，不是太年轻也不是太年长的话，冲击3个小时是很有希望的。如果你的半程马拉松可以跑进1小时20，那您就是业余精英了，肯定可以进。其他的呢，就是我说说我的经历。我在跑首马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日常训练的配速已经是5分20左右了，甚至还能更快。但是跑量不多，那个时候可能一个月100多一点，最多的时候200。首马是4小时29分，就很痛苦，最后肯定是要走路的。跑到30公里左右，就开始有走路了，就很艰难的。我分析就是积累的跑量太少了。你要是跑步第1年没有基础，尤其是像我这种减肥开始的，能完成全马是肯定可以的，但是很难受。我那次是很拼，最后忍着抽筋儿，冲进了4小时30这个门槛。之后第2年的厦门马拉松，我的首马是年底的北京马拉松，之后紧接着就是第2年的厦门马拉松，1月1号。那个时候我的训练配速已经可以进5分了，就是5分的边儿，跑了4小时16。那次是前30多公里跑得挺好的，所以那次还上央视了呢，有一个小镜头。视频来了。大概在20多公里的时候，一个立交桥的小上坡就已经折返回来了。然后那个时候跑到30多公里，就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到会展中心，已经过了会展中心了，已经在往最后那个灯塔公园那儿跑了，就不行了，突然就不行了，就抽筋了。我第一次跑进4个小时也很拼的，是2017年，我跑步的第3年。也是几乎3小时59，我老是卡着边儿。
而且最后也是忍着抽筋的腿。但是那时候抽筋都是小腿，说明就是还没练出来。那时候我跑的自己觉得还可以了，那个时候我的半程马拉松已经可以跑进1小时40了，那时候最好成绩是1小时38。所以全程马拉松跟半程马拉松是两个东西，不一样的。我半程马拉松1小时38的时候就全程可以冲下来，那时候就是速度能力不够，但是完全不掉速的。再之后就是跑纽约的时候，跑纽约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可以很轻松的训练一个4分半的10公里，就是不太有感觉。然后平常日常的训练配速大概已经是4分10几了，因为那时候跑得短，5公里啊、8公里、10公里。后来在新加坡的时候，经常是8公里和10公里，可见我把单次跑量从5公里变成了8到10，提升了将近1倍的时候，是有明显的改善的。然后那一次的纽约就跑了3小时02，而且那次跑完不累，也没抽筋儿，到最后还能略微加速，而且跑完第2天也没有不适，几乎没有，就是大肌肉群有些酸痛，不影响行动，还玩去了。那次是感觉特别好的一次，感觉蜕变了。那个时候我的水平是半程马拉松可以跑到1小时26，最多了。所以我才说，如果您的半程马拉松是1小时25以外，冲击3个小时是有难度的，但是不能说不行。这几个简单的我觉得的小门槛。到这边红绿灯多起来了啊！哎，雨天的街景，早晨这边已经很靠西了，西南。看这边雨天早晨的街景，这边也都是渗水砖，还可以。雨天人没有那么多，能坐车的都坐车了。这已经是很靠南了。我再往北大概3公里才能到天王寺呢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简单跟大家聊2句。雨天注意安全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8月7号星期一清晨7点02，训练结束啊。慢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，中间还停了几次找路，一共是1小时50，平均配速5分11，心率137，功率193，步频194，跑到了长居公园。下次要是直线去的话，估计就是8公里到。那里边绕2圈再回来，其实在那边跑完坐地铁回来也行，就是今天下雨，衣服都湿了，坐地铁碰上人家可能不好。还行哈，第一个训练日跟大家分享这个成绩这个事儿。大家也不用太紧张，其实没有不能完赛的，除非您受伤，很少会有被关门的。被关门的肯定是没有训练基础，就是如果您有训练基础，没有发生意外的话，绝大多数时候是不会被关门的。半马几乎不会，或者肯定不会。全程马拉松一般我国的比赛的时间设定，你只要看好30公里，30公里那个地儿是相对的，就时间比较的紧张，对于慢的选手，其他就差不多了。然后今年秋天可能是很多小伙伴第一次参赛，这几年的训练成果。也不用太紧张，真的不用太紧张。赛场上，我的第一场马拉松带着一条毛巾跑，就为了擦汗，只不过现在那时候没有这么多资讯，所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慌张。人就是这样，一开始是知道的越多越慌张，然后呢，随着知道的更多，就慢慢的又淡定回来了。所以别慌，慢慢跑，跑起来就会好的，是吧？行，那就这么着。这雨又哩哩啦啦的下，中间停了一段。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加油下训，很快就3伏了，是不是？夏天过了，秋天就有好成绩了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，咱明儿见。